大家好，今天10月30号，视频来讨论一下昨天的一个观点，不管是比特币或者狗狗币，目前的上涨有可能是处在波浪里面的第一浪。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推演一下下一步的浪形它会怎么走，包括狗狗币昨天这么长的一根 K 棒大涨，留了一个上影线，那它跟历史上几个大涨的位置动不动当天涨幅50%甚至100%的 K 棒，这一根到底像哪一个？跟历史上的几个位置去比对，下一步有可能会怎么走，或者是狗狗币。昨天是有听到朋友讲，我没在的时候，他是在 0.08 的位置就把狗狗币给卖了。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不要动不动卖这个狗狗币。有些朋友知道我在 0.7 的时候狗狗币都没卖，下来的时候也是一直在买。包括当时在这个位置有跟大家提过，也是有买哦，不排除下去你去参考21年的3月份，这边是有7到8周的一个整理区啊，这是很明显主力一个盘整洗盘的一个区间。所以这一次有朋友在这边买的话，其实也是恭喜啊。我的观点是还是一样，你尽量看未来。马斯克为什么收购那个推特？货币的东西它不类似那个股票，股票一定要有基本面的支撑，但是货币这个东西只要有新闻的传播，有人跟人的传播，货币只要有人认可就行啊，它不需要基本面啊。为什么收购那个推特？不排除有可能下一步就是用新闻来灌输全球货币使用人的一个观念，未来这个东西美元要被淘汰，这个东西要上火星，火星主流的币种不排除未来就是这个狗狗币啊，包括等一下跟大家讲的那个 0.08 的一个买点，下一步有没有可能它是一个支撑位，很重要的一个支撑位，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？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必要 OK 返用 20%， 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，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。那么来看一下昨天这根 K 棒，现在是有一点长啊，有点长，你可以看一下，慢慢涨，慢慢涨。以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，如果涨到高位的时候，突然来了很长的一根 K 棒，放大量，那有可能就是筹码有松动，你不要在这种位置去追啊。当然，我昨天有讲到的一个压力位，你去看一下短期这个年线，有时候涨的东西非常强的一个东西，它不一定会管这些压力位啊。资金在推动的时候是不管，情绪在推动的时候是不管这些压力的，他就随随便便就给我过。所以对短线投资者来看的话，现在这一个250 MA 也过了，对长线的投资者来讲，这个已经也是过了。过的话，我的观点是，反正不变嘛，你就尽量给我看未来。现在的一个位置是，可能是这个位置有一点压力，它是需要来震荡。那我们参考这一根 K 线，我们就要以历史上的几根 K 棒去参考，因为昨天这一根 K 棒如果是低点到高点也是快1倍哦。那历史上几个1倍的 K 棒我们就要来参考，比如说20年的时候，当时狗狗币还在这边筑底的时候，这一根 K 棒感觉也是有1倍哦。但是观点是它不像这一根 K 棒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 K 棒的涨幅是实体非常的小，后面是全部洗掉。所以跟这一根我们可以排除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根嘛，比如说后面是它这边也是横的一个区间，后面是井喷，井喷以后这一根 K 棒也是接近1倍的涨幅，上影线也是很长，洗盘是这样子来洗啊，也是不排除有没有可能类似这样子的洗盘，所以我们后面要小心，就是说如果是你是短线的投资者，你要观察一下这一根 K 棒也是前面有横盘，后面是洗到基本上洗到这根 K 棒的低点位置，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如果更强的呢？后面是它还有更深的低点啊，是这边再横盘，横盘以后，后面是再出去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根是更强的，更强的一根 K 盘也是有1倍的涨幅，然后留上影线，后面是这样子来洗，但是它没有洗到这个低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后面就这样子再上去，然后后面这边也是有上去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现在的一根 K 棒，你不要追。如果是还有资金，因为也有朋友在问还可不可以买狗狗币，我的观点是你有资金的话先等一等啊，因为短期涨幅过大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就要把均线给它加上去。这个250 MA 其实还是有一点下牵引的作用，你尽量观察一下它会不会整理，可能过一段时间来整理看看有没有可能这种低点的位置，你到时候再看要不要接一点货，就是不要去追高，因为包括4个小时也是指标有一点背离啊，所以就不要追啊。当然短期刚刚给的那个 0.088 的买点，就是这个整理区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区，你尽量观察一下还有没有压回
0.088的位置，包括日线这个0.088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年线附近啊。因为一般很重要的一条均线，如果过的情况下，不排除下一次买点有可能是在压回这个均线的位置。你尽量要有耐心啊，因为我是之前在这么低的位置也是一直给大家信息，不一定跌得下去。主要就是因为之前的这个区间，它是守在这个区间上方，就是21年3月份的这个区间。那现在狗狗币出来以后，浪形的推演，我们给大家推演一下。如果这个位置上去是第一浪你尽量观察一下，这边可能也是需要整理啊，因为短期获利盘是很大，就是在这个低档的位置买的话，全部都是在获利的情况下，不排除主力会洗盘，就类似刚刚跟大家讲的历史上的几个 K 板，一般大涨的 K 板后面都会有洗盘。那么来看一下比特币价格，短期它其实还在震荡，就是整个比特币的日线是一直在横盘。这一根 K 线昨天也是有讲到，你看4个小时就是这种是进攻的走势，但是后面整理了以后，这种就类似奔走型的整理，它有可能还会有压回。那现在这个位置周末其实也还算可以啊，就是量价都还算很漂亮，就是涨的时候有量，跌的时候这根量呢是略微大一点。不过它其实跟前面的这根大涨上涨的，或者是这边上涨的量，很明显就是周末上涨有量，上涨的时候有量，然后整理的时候量是在缩，它其实是健康的一种量价形态，不排除这边整理到位以后，你如果还要买入的动作，我的观点是刚刚包括昨天给的那个2万，就是在这个位置，你尽量看一下还有没有压回这种矩形低点的位置，然后看有没有可能再上去，因为它在整理的目的有可能也是为了等待这个20MA 交叉这个60MA。还有一点就是看一下这个布林线，它目前也是在漫步通道边缘，有可能动不动就是下方是5MA 在支撑，然后这边还有上轨，就是动不动就是在这个上轨慢慢的这样子缓步的上升。当然什么时候能井喷其实就看资金啊，因为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图形都是走好的情况下，不排除整理到位有可能会再来一根大长 K 的 K 棒。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1个小时的 Vegas， 我昨天给的那个2万大致就是这个低档的位置啊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其实它4个小时是奔走型整理，1个小时也是看得很明显，就是这边是一个进攻完以后，它这边也是在画陷阱。有时候看到奔走型整理的时候，你就不要追，有这种低点。那现在上去以后，如果是超短线的朋友，你也可以观察一下，这个位置也是有一点支撑啊，有可能也是在这边平台整理。当然也不排除，它下一步如果还有压回到这个2万的位置，就是这个 Vega 是676的这条通道，下一步也将来到这个2万附近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如果还要再做买入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是有没有压回的这个区间，到时候看有没有买点啊。那浪形比特币的浪形推演，我们就要配合那个狗狗币的这一波走势，就是这个整理到位以后，它如果要这样子上去，我们就看更上方的一些压力位，就是这个250MA。因为比特币自这一波下跌以来，只是在 48K 的时候有测了这个250MA， 后面从来都没有测过，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比特币也有类似那种狗狗币的走势，下一步有可能会去测这个250MA。那昨天有跟大家讲到，本波的上涨如果是到这个位置，会是一个第一浪。当然我只是在推演啊，就是它如果真的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预主第一点就是预主的情况下，有可能它会在这边震荡一段时间，然后看会不会再挑战这一个250MA， 然后后面看有没有可能走一个第三浪。至于这里面的时间，其实不好判断，有没有可能去明年的3月份也是不排除啊，或者是它真的要一波冲过这个250MA， 这根均线也是有下牵引的作用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再有回撤。如果是这边走了一个第一浪，后面的回撤走一个第二浪，然后后续我们再看一下还有没有第三浪的上涨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